彻底完蛋了！快，黄符桃木布局，分灵稳固结界，没时间了。是，师傅。师傅，是特勤局总部成员程寻，师傅，咱们有救了！你们协助我，我来对付他。这股力量，程长官，别过来！这根本不是普通级别的灾害，信息有误。地震了！不是地震，是有东西要出来了。完了，又来一个！今天怕是要交代在这儿了，烦死了！大半夜的拆迁啊，还让不让人睡觉了？就你交的最欢是吧？口臭就别张嘴，污染空气。长得丑还出来扰人清梦，真晦气。兄弟，你这身 cosplay 挺专业的啊！现在的汉服圈和制服圈已经融合到这种地步了吗？连捉鬼都穿得这么赛博朋克。敢问阁下，是人是鬼？你见过长这么帅的鬼吗？从地底黑棺里爬出来，一巴掌拍碎 A 级危害体，结果张嘴就是9年义务教育。针孔摄像头，还带红外夜视和实时图传的，画质不错啊，1080P 还是4K？ 你们这直播间榜一大哥刷火箭了吗？他不仅知道这是摄像头，连图传和直播的梗都懂。数据分析出来了吗？报告长官，刚才那一击的能量峰值无法测算。无法测算，是仪器故障还是数据链中断？都不是，检测端全频段静默，目标击杀 A 级灾害体，零术法、零异能、零暗物质共振。他纯肉体，一巴掌拍死的。这级别恐怕连局长亲自出手也未必压得住。古装扮从埋葬几百上千年的棺中出来，却满口现代网络语言，是个活生生的人。这人究竟什么来头？不管是谁，他现在出现在秦岭是极大的不稳定因素。我建议立即启动 S 级响应，调集附近的重装小。你疯了！万一激怒他，谁来承担后果？行了，既然他目前没有表现出敌意，就先以接触为主，让秦岭附近的镇守家族秦家派人去试探一下他的底细。秦啸天是老江湖了，知道分寸。怎么回事？总局出事了，秦岭腹地塌陷了，高危未知能量反应，峰值已突破监测仪器上限。秦家呢？立刻联系秦啸天。10分钟前，秦家主秦啸天发现异常，亲自带队进入塌陷边缘探查，就在刚才全灭。秦家精锐小队，包括秦啸天在内，全员失联。播放秦啸天失联前的最后一段音频。跑，快跑！他不是啊！立刻封锁秦岭外围，让程寻撤退。收到，明白。怎么，看你这表情，像是家里煤气罐炸了。你们那个什么特勤局遇到麻烦了？前辈，秦岭深处发生了未知级别的地质塌陷，有极度危险的能量外泄，总部命令我等立刻撤离。有点意思，去瞧瞧。我是个穿越者，1000年前从网吧穿到古代，被迫走上修仙路，修炼到满级，天下无敌，觉得古代太无聊，干脆给自己打造了口极品黑棺，埋在灵气最充沛的秦岭地下睡大觉，打算睡到现代享受科技生活。没想到刚被吵醒，就碰上这档子事儿。前辈，留步，前方已被定性为 S 级灾害爆发区，极度危险，总部下达死命令，所有人必须撤离。极度危险？你们管那点动静叫极度危险？
秦家家主秦啸天 S 级战力，带队进入10分钟后全员失联。特勤局探测仪器已经爆表，这不是开玩笑。我也没开玩笑，我想去的地方，1000年前没人拦得住，1000年后就凭你身上这套带电池的衣服，一样拦不住。程巡，带他去，在没查明他底细之前，稳住他，绝不能发生冲突。既然前辈执意要去，程巡奉陪到底。这不就结了？带路吧，打工人，拿着这东西，方圆10里的小怪不敢动你们。等救援吧。多谢前辈，多谢前辈。兄弟，你这身行头不嫌重？纳米复合甲，内置生命维持系统，防穿刺抗冲击，特勤局一线作战标配。花里胡哨，刚才那丑八怪一巴掌，你这防穿刺的衣服不还是裂了？伽马数值超标，磁场紊乱，常规通讯全部失效，只剩量子加密链路还能连通总部。程长官，探测仪显示坑底存在高密度能量聚合体，秦家小队的生命信号在地下100米处消失，请务必小心。天然形成的巨型溶洞，垂直结构，地壳变化把它震开了。走吧，下洞。关了，晃眼。你们特勤局的人夜视能力这么差？江前辈，是秦家的探索记号，戏还没干，他们刚过去。硬度堪比装甲版。一条小鱼没意思，继续往下走。警告！高频次声波干扰，心率异常，神经系统受损风险增加。次声波？你们管这叫次声波？天然的共振腔体配合地下磁场走向，形成了一个简易的迷魂阵，糊弄普通人够用了。多谢。科技装备太依赖数据，屏蔽器一坏，你连东南西北都分不清。那边有人。脱水，精神受创，没有外伤。家主下去了，7层满地都是骨头，有红色的布条，铁链绳，好像的铁链绳。慢慢说，下面到底有什么？活的，全都是活的。法阵塌了，他出来了。有意思，这地方以前是个封印地，清末那帮牛鼻子老道手法太糙，布个阵连地脉走向都不看。几十年过去，地壳一动，阵眼直接崩了。江前辈懂阵法，略懂。走，去第7层看那些骨头和红布条，我倒要瞧瞧什么东西配用这东西关着。碳14测定，骨骸年代至少5000年以上，基因图谱无法匹配任何已知生物。红布条是古代部落祭祀用的引路幡，上古时期那些杂交异兽罢了，血统不纯，被扔在这里当看门狗。几十年前有道士来加固封印，知道用青铜钉和朱砂布条做简易磁场稳定阵法，可惜材料太差，镇不住底下的东西。什么东西？这什么植物？植物？你家植物长倒刺，还带金属声。这是嗜血藤，寄生在活物身上的玩意儿。顺着这根藤，能找到正主。秦局，程巡，你一个人下来送死？不是一个人。这位是？你们现代人打架就靠这些破铜烂铁？别过去，有毒素！
多谢小兄弟出手，敢问师承何门？无门无派，散人一个。底下那东西，你们惹出来的？我们接到总部命令探查异常磁场，刚到第7层，地壳变动，封印裂了，那东西直接把我们拖了下来。看清楚是什么了吗？体型庞大，身上缠着铁链，速度极快。他靠次声波和生物电磁攻击，我们的一切全废了。他上来了！上古异兽，地龙变种，血脉稀薄得很，长得真够磕碜的。防毒面具！又是一个口臭的，你们地底下的生物都不刷牙的吗？小心！皮还挺厚，不用点力气还真不行。别浪费电了，这玩意儿靠吸收地脉能量存活，你那点火力不够给它挠痒痒的。那怎么办？当年封印他的人留了后手，看到那根主锁链没？把他拽出来，断了他的能量供给。我去吸引注意力，你们去拉铁链。兄弟们，搭把手！给我顶住！拉！搞定。救命之恩，秦家没齿难忘。江先生，以后在秦岭地界，您就是秦家的座上宾。少来这套虚的，你们这儿有啥好吃的？我睡了1000年，嘴里淡出鸟了。报告，危机解除，目标生物已失去行动能力，秦家小队全员存活。干得好，带他回来，记住，满足他的一切要求。江先生，想吃什么？特勤局报销。先来10只烤全羊，再整2箱你们现在那个叫什么可乐的黑水。走着。还是外面的空气好，地下那股子霉味儿熏得我头疼。江先生，抽烟吗？这什么玩意儿旱烟？你们现代人连个烟袋锅子都买不起了。现在都抽这个，方便。机关鸟，墨家那帮老头子要是活到现在，估计得气死。这玩意儿飞得比他们造的木鸟快多了。江先生，直升机到了，我们直接回特勤局总部。烤全羊和可乐已经安排好了，走。江先生，那个是导弹发射钮，不能随便按。小气。江先生，关于您的身份，爽，这黑水真带劲儿。我知道你们想问什么，我叫江玉，1000年前的人，修仙修到了顶，觉得没意思，就找了个风水宝地把自己埋了。本来打算睡个几万年，结果被你们吵醒了。江先生，我们崇尚科学，您的身体数据我们检测过，虽然能量峰值极高，但并没有发现所谓的灵力波动。科学？你们管那个长着倒刺的穿山甲叫科学？你们管一巴掌拍死那玩意儿叫科学？小丫头，科学是你们理解世界的工具，而我是超脱你们理解的存在。现在你还觉得科学能解释一切吗？江先生，您接下来有什么打算？
打算先弄个合法的身份，然后给我配个好点的手机。我要打游戏。1000年前那破网吧机子太卡了。没问题，程寻，从今天起，你就是江先生的专属联络员，满足他的一切合理要求。是。行了，吃饱喝足，带我去看看你们现代人的花花世界。网速慢成这样，你们管这叫5G？ 江先生，您的操作意识很超前，是队友没跟上节奏。老天爷，哪有人打游戏一开局就冲进对面防御塔送人头？这东西味道不错，比以前御膳房做的点心强。再来2包番茄味的。上头的死命令，只要江玉不拆楼，要什么给什么。这就是你们说的极度危险目标。别被表象骗了，技术部连夜分析了秦岭地下的能量残留，他那一巴掌改变了方圆10里的地脉走向。这种人，就算他现在要看动画片，我们也得给他买个电视台。身份信息办好了吗？已经输入国家人口数据库，姓名江玉，年龄22，籍贯秦岭山区，孤儿，学历高中毕业。为什么是高中毕业？他连99乘法表都背不全，写大学本科容易穿帮。报告 ，A 市边境，澜沧江流域突发异常气象，暴雨持续3小时，江水倒灌，地方分部发来紧急求援。这是什么生物？龙？数据库没有匹配样，能量探测仪显示，该生物体内存在高浓度未知能量源，正在快速衰减。通知 A 市分部封锁现场，调派重装小队，程寻带队，即刻出发。江先生，有紧急任务，我需要离开一段时间。别墅里有生活管家，您有任何需求可以直接吩咐。去哪儿 ？A 市边境出了点状况。什么状况？比秦岭底下那只大号抓山甲还耐揍？不清楚，传回来的画面显示是一条长着脚的巨型生物，有点像古籍里记载的蛟龙。带脚的长虫。走。您要去？废话，打游戏哪有看热闹好玩？再说了，1000年没见过带脚的东西，去看看是不是熟人。你们这铁鸟飞得还行，就是太吵。这是目前最快的超音速运输机，2小时内就能抵达 A 市边境。那条长虫还活着吗 ？A 市分部汇报，生命体征微弱，生物学专家正在进行外围采样。采样？那帮人胆子挺大，带脚的生物哪怕剩一口气，打个喷嚏也能把他们吹成灰。程长官，现场情况很不乐观，那东西周围的磁场完全乱了，我们的无人机飞进去就坠毁。我说不，小段，你们这路1000年了也没修平准点儿。当年我坐马车来这里，屁股都没这么遭罪。江顾问，这地方是边境无人区，能有条泥巴路就不错了。平时我们出任务，要么走水路，要么骑骡子。您将就将就，前面马上到。磁场异常中心在澜沧江的一处回水湾，当地人叫鬼见愁。昨晚暴雨后，江水暴涨又暴退，这东西就是退水后搁浅在泥滩上的。这玩意儿瞅着像条大泥鳅。哈哈哈哈哈！小心点儿！我说过多少次了，这台电磁发射器是总局调拨的最新型号，碰坏电池，你们今年谁也别想毕业。程队长，你们总部的人架子真大，我们在高能辐射区等了你们整2个小时。还有，这位是演戏的走错片场了，去，外面警戒线拉着呢，别添乱。这里是科学研究，不是拍古装剧。哎，你这人怎么不听劝呢？周教授，
这位是总部特聘顾问江玉江先生，这次任务由他全权负责安全保障。总部胡闹！一个连防护服都不穿的年轻人能负责什么安全？你们知道底下那是什么吗？那是生物史上的奇迹，未被发现的远古两栖巨兽。皮挺硬，不过雷杰劈得不轻啊，尾巴都焦了。雷杰，少看仙侠小说。根据我们的初步光谱分析，那是地壳深处强电场导致的局部碳化，这是科学。它是地壳变动从地下河震出来的古生物，它的脚是某种未知的感应器官。感应器官？你家感应器官长得跟珊瑚似的，这叫龙角，虽然还没发育完全。这小泥鳅现在憋着一口气，正等下一次山洪借水势撩走。你们再拿那些铁疙瘩戳它，它一翻身，这回水湾就得被江水淹个干净。一派胡言！我们有最先进的电磁抑制设备，就算恐龙复活，也得老老实实躺着。我们要活体采样，这是人类科学的一大步。行吧，看你怎么死。教授，电磁网布置完毕，随时可以启动。启动。先用低频电流测试神经反射，记录员，注意观察鳞片变化。作死。江先生，要是真失控了，我带人先撤。撤什么？看戏。有反应了，快记录数据。警戒！是催泪弹和神经毒气，戴防毒面具。黑蛇佣兵团。把那条龙的脚砍下来，老板出价5个亿。不好，他醒了。用捕兽网，快！这不科学！江先生，救命！现在的年轻人打个架动静这么大，真是没规矩。哪儿来的野路子？别挡道，放枪！这衣服我今早刚拍干净的，你们这帮人手怎么这么欠呢？邪门，用穿甲弹！借你肩膀用用。点子扎手，接阵！他被笛声控制了，江先生，先毁掉那个笛子。用不着你教，这破调子吹得比哭还难听，简直是折磨。
南疆的蛊毒杀，这都多少年了，怎么还是这套老掉牙的把戏？教授，快走！不行，这是最珍贵的生物电场数据，丢了我这半辈子研究就白做了，命都没了，你研究给谁看啊？成队，他要进主河道了，要是顺流而下，后面的大坝根本拦不住他。行了，别下去送死了，你那身铁皮衣服进水里，直接就沉底了。江先生，不能让他过去，下游有几个村子，还有个在建的水电站。小泥鳅脾气还挺大，看你能跑多远。撤，赶紧撤！这根本不是人！给我回来！江先生，水退了。退是退了，不过这小泥鳅体内的地火被刚才那帮人用雷电给勾出来了。要是再不压下去，他自己就得烧成一堆焦炭。那该怎么办？我们带了低温冷冻剂，要不要试？没用，用冷水浇只会炸得更厉害。这玩意儿是当年被封在地底下，吸收了地脉里的火毒，现在封印破了，又被雷劈，体内的火毒已经失控了。江先生，您一定有办法，对不对？办法自然是有，不过我为什么要帮他？他刚才还想用尾巴抽我来着。只要您能解决这次危机，回去之后我立刻向总部申请，给您配一套最顶级的游戏设备。另外，可乐管够，各种口味的都有。一套设备就想打发我？我听说现在打游戏得用什么光纤？专线介入，直接拉到您别墅里，保证打游戏延迟不超过个位数。成交。去。这叫定海潜，这就行了。当年我嫌井水太凉，扔了几个下去暖井用的，压他体内这点火毒，绰绰有余。小泥鳅，算你运气好，以后老老实实在水底下待着。要是再敢跑出来折腾，我就把你扒了皮做腰带。江先生，这东西我们该怎么处理？让他回江底去吧。澜沧江底下深着呢，有的是地方让他待。只要没人用雷劈他，他能在底下睡到死。可是，总部那边，我去说。怎么，你们特勤局还想把他抓回去切片研究？就凭你们那几根铁针，他一翻身就能把你们基地给拆了。哼，行了，滚吧。我的龙呢？我的远古两栖巨兽呢？怎么没了？游走了。胡闹，简直是胡闹！那是科学史上的重大发现，你们怎么能放他走？这是对科学的犯罪！科学，老头儿，刚才要不是我把水退了，你现在已经在这江底下跟王八作伴了。想搞科学，先保住你那条老命再说吧。程巡，收队吧，
这地方一股子泥腥味儿，难闻死了。回去给我整大理的过桥米线，那玩意儿味道不赖。好，听您的，江先生。刚才抓到的那几个黑社佣兵团的人，交代了一些事情。交代就交代呗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我就是个凑热闹的。他们说，这次之所以能这么快到消息，是因为有人给他们透露了风声，对方出价5个亿，只要那条巨兽的脚。5个亿，那俩脚确实挺值钱的，里面蕴含地脉的灵气。不过一般人拿去也没用，虚不受补，吃了直接爆体而亡。买家是北方的一个古老家族姬家，这个家族在特勤局记录里非常神秘，平时极少参与外界的事情，但他们家族内部还保留着一些古老的传承。北方姬家，哪个姬？皇帝那个姬还是周朝那个姬？据说是真假无法考证了，连特勤局都要给他们几分面子。招朝后裔，当年那帮姓姬的为了求长生，把自家祖坟都给刨了。没想到1000年过去了，这帮后代还是这副德行，为了点灵药，什么下三滥的手段都使。江先生，您以前跟姬家打过交道？打过，怎么没打过？当年姬家有个叫姬发的老头，为了求一颗延寿的丹药，在我的洞府外面跪了3天3夜。我嫌他太吵，就给了他一颗泥丸子。姬发，那是商周时期的人物，距今3000多年了。他不是说自己只活了1000年，这时间线根本对不上。江先生，这次任务虽然完成了，但姬家那边恐怕不会善罢甘休。他们既然盯上了那条巨兽，可能还会派人过来。来就来呗，那条小泥鳅现在在江底深处，额头上还贴着我的定海钱。定海钱上的禁制直接能把那人的魂魄给震散了。姬家要是嫌命长，尽管去试。江先生，您的专线网络已经联系好了，回去就能安装。决定给您颁发一枚特等荣誉勋章。这玩意儿能当饭吃吗？还是能用来买游戏皮肤？这个是荣誉的象征，不能直接买东西。不过拿着它，您在全国任何地方的特勤局分部都可以调动当地资源，包括直升机和特种车辆。那还差不多，以后出门旅游倒是方便了。行了，赶紧送我回去，我那游戏还没通关呢。是，马上安排飞机送您回去。姬家这么快就按耐不住了吗？操，带不动，根本带不动。网速是快了，队友的脑子没跟着快起来。门没锁，自己进。要是送外卖的，把闸机搁玄关就行。江先生，您的签告专线用着还顺手吧？网速挺好，就是匹配到的队友多半有些智力障碍。这姑娘谁啊？你们特勤局现在连童工都招？特勤局技术部苏小婉，我今年24，不是童工。另外，没有经过系统的脑部扫描和暗物质测试之前，我认为您只是概率极低的基因变异个体。这丫头念书念傻了吧？说话怎么一股子机油味儿？小苏是总部最年轻的物理学博士，说话比较直，江先生别介意。这次带她来，是因为我们遇到了一个棘手的麻烦，需要技术部的设备支持。麻烦？别找我，这正晋级赛呢，没空跟你们去拯救世界。根据我们掌握的数据，这次的事件恐怕不是您用仙或者法术能解决的，那是一个绝对的物理屏蔽区，任何已知的能量变动进入该区域后都会被强行归零。江先生，您看这个，这是我们从太行山深处拿到的第一手资料。锁灵纹，这帮牛鼻子死了都不让人省心。江先生认得这个符号。太行山无风村，1000年前有个叫镇魔宗的门派，最喜欢干这种缺德事。他们要是发现什么厉害的妖魔鬼怪杀不掉，就会用锁灵纹把东西封在地下。为防止魔气外泄，他们还会故意在封印上面建个村子，让凡人在上面生老病死，用阳气和烟火气慢慢磨消地底下的魔性。这村子多半就是当年的封印阵眼。荒谬！无风村在50年前就因为地质灾害整体搬迁了。至于所谓的绝对屏蔽区，是因为当地存在一种极其罕见的重金属矿脉，导致电波无法穿透。你怎么知道的？这事儿是前天，几个探险博主为了博眼球，偷偷越过警械进入了无风村废墟，结果刚进去不到半小时，直播信号就断了。当地分部派了一个4人搜救小组进去，结果刚到村口，所有的定位设备和生命监测仪当场烧毁，至今没有一个人出来。既然女博士觉得是重金属矿，那就让她带着她的铁疙瘩进去探险呗，别打扰我打游戏，这局要输了。去就去。我的超导体屏蔽仪是最新研发的，就算在核射中心也能正常工作。成队，我们走。
没必要求一个不相干的人。别怪我没提醒你，镇魔宗那些老道士留下的东西，最喜欢吃你们这种细皮嫩肉的小辈。你在人家眼里跟小点心没两样。江先生，姬家的人也往那边去了，据说他们不知道从哪儿得到了消息，说无风村底下有镇魔宗留下的传承法宝。哼，姬家那帮小崽子也去，那这热闹我可得去瞧瞧。走吧，去看看这50年的荒村到底藏了什么宝贝。根据重力感应，我们已经进入了强磁场的外围。成队，如果发现仪表异常，立刻切断手动驾驶模式。已经异常了。我说，女博士，你那箱子里装的到底是什么宝贝？一路上抱得跟个金元宝似的。这是微型地磁逆转发生器，如果遇到极端的磁场干扰，它可以释放出反向电磁波，强行撕开一条通讯通道。这叫科学，懂吗？不懂，我只晓得，等会儿你要是敢在村里开这玩意儿，地底下的东西铁定第一个把你给吞了。风村，名不虚传。我的逆转发动器！早说了，你这铁疙瘩不顶用，地底下的东西饿了上千年，闻叫你这电火破味儿，口水都流干了。江先生，无线电彻底断了，这里引力波和磁场数值完全是乱的，连备用频道都无法接入。走着进去。磁极在以极高的速度交替变更，这不符合地球物理常识。地底应当存在某种高密度磁性介质在高速运动，或是某种未知辐射源在干扰。那是地脉在翻身，阵法年久失修，漏气了。现在估摸着都锈成铁渣了，压不住底下的邪气，村子自然就成了兄弟。九幽玄铁，这在元素周期表上根本没有记录。江顾问，请不要用神话词汇来解释自然现象。你那表上没有的东西多了去了。姬家的人。哟，这不是特勤局的程队长吗？特勤局现在办事都这么寒碜了，出任务还带个唱戏的，还是说你们已经沦落到要靠神棍来带路了？基泽，这里是特勤局划定的 S 级禁区，姬家擅闯，违反了安全条例，请你们立刻离开。条例，在北方，姬家就是条例。程队长，别拿你们特勤局那一套来压我。无风村底下的东西，我姬家要了。识相的就带着你的人滚回去，免得在这荒郊野外出了意外，连个收尸的人都没有。你就是那个在澜沧江坏了我好事的人，叫江玉是吧？你家大人没教过你，跟长辈说话要懂礼貌？姬发那老小子当年在我门前跪着的时候，可比你规矩多了。你这小辈毛都没长齐，就学人出来抢东西，找死！给我废了他！少爷，退！这人不对劲，他身上没有气息波动，但周围的磁场在排斥我们。退！来都来了，急着走干嘛？走，进去瞧瞧姬家少爷准备了什么好戏。我这人最喜欢凑热闹了。刚才那一幕完全违背力学定律，没有任何反作用力的支撑，那两个保镖是怎么飞出去的？这不科学。科学解释不了的事情多了去了。女博士，江玉，你别太得意，我姬家的高手就在后面，你识相的就别插手这件事，否则就算你实力再强，也保不住你身边的人。威胁我？1000年前敢威胁我的人，现在坟头草都换了几百茬了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这就是那张太师椅。别照了，这椅子上附着冕铃。当年镇魔宗封印魔物，这椅子就是阵眼的一部分。
谁坐上去，谁的魂魄就会被吸进地底，去给那魔物当养料。危言耸听，这太师椅分明是极品阴沉物所制，上面刻有聚灵阵法，只要坐上去就能沟通地脉灵气，助人突破瓶颈。少爷，别听他胡说。江玉，你想独吞这宝贝，哼，所以才故意编出这些鬼话吧？我独吞？行啊，你要是不信，你坐上去试，我保证不拦着你。少爷，我来试。我身上有辟邪符，就算有古怪也伤不到我。这不对劲，局部热力学定律失效了。冷，好冷。他们在下面。拉我下去！吴先生，快把他拉开！别碰他，现在碰他，连你也会被拽进去。太师椅的燕灵已经苏醒了，那怎么办？眼睁看着他死，他自己贪心，怪得了谁？救我！这到底是什么怪物？面灵入脑，神仙难救。不过，这只是个开始。阵眼动了，地底下的东西要醒了。磁场数值彻底爆表了！撤出堂屋！七少爷，别过来！别去，他已经入眠了。这村子里的空气有毒素，吸一口，脑子里就能演一出大戏。小婉，你的论文又没过。小苏，醒！江先生，你物理唤醒最管用。他们这是怎么了？自相残杀，冕灵最喜欢的戏码。无情长老，特勤局的人，还有你这个澜沧江的散人，我姬家的人是你们伤的。老头，说话要讲证据。他们是自己贪心，做了那张太师椅，被底下的脏东西吸了魂。至于那2个保镖，是他们先动手，被自己的力气反震废的，关我屁事。放肆！敢对无情长老无礼，找死！姬无情长老，这里是特勤局的禁区。特勤局在北方，只要做得干净，特勤局也查不到我姬家头上。无风村底下的传承，我姬家志在必得。至于你们，既然看到了不该看的东西，就留在这里陪葬吧。花里胡哨。阁下到底是何人？为何要与我姬家作对？我说了，我只是个凑热闹的。不过，你们要是再打下去，底下的东西可就真要出来了。到时候，谁也别想活着离开这村子。我卡在这个境界30年了，大限将至，无风村底下的传承是我唯一的希望。哼，富贵险中求。既然封印破了，那传承宝物自然也该出世了。长老不可！这传承是我的了。蠢货！长老，别过去，去了也是送死。江先生，这怎么办？还能怎么办？阵眼被这老头用血肉填饱了，地底下的东西要出来了。你们退后，别碍手碍脚的。镇魔宗关了你1000年，你这长虫倒是比以前更丑了。江先生，
这是什么怪物？地底的魔物，当年镇魔宗叫它吞天妖，其实就是个变异的穿山甲杂交种，比秦岭那个稍微高级点儿，带点魔气。太丑了，镇魔宗那帮老道士，当年就该直接烤了，哼，留着遗臭万年。这不符合碳基生物的骨骼受力模型。按照它的体积，地球重力早就把它的内脏压碎了。它的肌肉纤维强度必须超过钛合金，才能支撑这种动作。苏博士，他没上过9年义务教育，不懂重力。你现在跟他讲物理，他只会把你当成富含蛋白质的零食。女博士，你说的对，这玩意儿本来就不是地球土生土长的，这是当年那些修仙门派搞出来的杂交品种。穿山甲配上地龙，再喂点乱七八糟的毒药，自己吐的口水自己咽，懂不懂规矩？拦住他！用你们的命拖住他！我回家族办救兵！少爷，你要送死自己去，我不干了！动能超过120万焦耳，撞击力相当于一列高铁。高铁算个屁！唉，1000年了，你们这些畜生，还是不长记性，只长个子不长脑子。下去吧你！江先生，这就完了？不然呢？留他下来吃晚饭。这长虫皮糙肉厚，刚才那一下死不了。太师椅的阵眼破了，底下的东西才是大头。江顾问，根据能量守恒定律，你刚才那一数指头释放的能量足以把怪物打穿，但它只是被打退了，说明地底有某种能量场抵消了你的攻击。女博士，你这脑瓜子转得挺快，底下确实有个阵法。当年镇魔宗把这长虫当看门狗，真正的宝贝都藏在下面。敢不敢跟我下去瞧瞧？科学探索没有敢不敢，只有值不值。走。你们俩倒是挺有默契，我先联系总部。算了，这里没信号。我打头阵，你那身铁皮太重，踩坏底下的机关，咱们都得被活埋。我先下，你们跟紧。江先生，那头怪物呢？跑了，底下四通八达，全是他挖的耗子洞。他知道打不过我，早溜没影了。是那3个失踪了的探险主播，还活着，昏迷了，脉搏很弱，脱水加惊吓过度。这不是普通的绳子，是捆仙索的仿制品，姬家那帮人干的。救命！有鬼！有个老头要吃我们！别耗丧了，哪儿来的鬼？你们这是饿出幻觉了？不是幻觉，我们刚进村就遇到一个穿灰大褂的老头，他把我们打晕带到这里，说要用我们的血祭祀什么老祖宗。姬家的人提前下来过，姬家那帮孙子算盘打得挺精，他们知道阵法需要活人血祭才能打开。太师已吸了姬无形那个老鬼，阵法松动了，但还差一把火。这3个倒霉蛋就是他们准备的柴火。这是一种古老的重力锁，凹槽内部有感应装置，必须填入特定质量和形状的物体才能触发机关。不用那么麻烦。暴力破拆，这也是科学的一部分。走，进去看姬家老祖宗到底留了什么好东西。大哥，咱们这是去哪儿啊？不找出路吗？找什么出路？来都来了，不拿点土特产回去，对得起你们叼的这几斤肉吗？这里没有生活痕迹，氧气含量偏低，2氧化碳浓度超标，大家尽量放缓呼吸。江先生，这就是姬家要找的传承。传承？镇魔族那帮老抠门，好东西全带进棺材里了，能把什么宝贝留在这破地方？这叫盲盒，里面装的指不定是什么坑人的玩意儿。这都是古董啊！随便拿一件出去，咱们就发财了。别动！气温在急剧下降，这种绿色火焰不产生热量，
反而吸收周围热能，这违背了燃烧的基本定律。女博士，这是阴火，烧的不是木头，是人的阳气。你再分析下去，咱们都得变成冰棍。就这可是好东西，镇魔宗的搜魂简，专门用来记录被他们弄死的妖魔鬼怪的临终遗言。临终遗言有什么用？没用啊，就是那帮老道士用来满足自己变态的收集意而已。江先生得想办法出去，这火太邪门了，我的防护服扛不住这种低温。本来想和平解决，非逼我动手。这才是镇眼。镇魔宗的习惯，喜欢把最危险的东西压在最底下。抓紧墙壁！1000年了，老夫终于重见天日了。姬家后人果然没有让老夫失望，献上活人血祭，打开了这镇魔大阵。这是姬家先祖，他没死，死透了。这只是他当年留在这里的一缕分魂，估计是想等后代来挖坟的时候借尸还魂呢。既然你都知道，那就乖乖把身体交出来。老夫看你这具肉身气血充盈，正是绝佳的炉饼。江顾问，小心，那是高密度的精神能量体，会直接破坏你的脑神经。夺我的舍，你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那副德行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这不科学，精神能量体不可能被纯物理力量击碎。你刚才到底做了什么？我用修仙界的唯物主义变质法给他上了一课。走吧，打完收工。这破地方待久了容易得风湿。大哥，您是神仙吧？收徒弟吗？我会剪视频，还会喊麦。我这辈子最烦的就是带徒弟，当年收了几个，天天找我要零花钱，烦都烦死了。磁场恢复正常了，那个老头的分魂就是干扰源。女博士，你这人挺没劲的，什么事都要用你们那套理论套一套。有些东西解释不了就别硬解释。科学的边界是在不断拓宽的，不代表明天解释不了。你的力量终有一天会被公式量化。行啊，我等着你给我列个公式出来，到时候我给你发个大红包。程巡报告，无风村任务完成，磁场异常已解除，发现3名失踪人员全部存魂，请求直升机支援。收到，直升机10分钟后打个谷口。程队长，干得漂亮！江先生，这次多亏了你，回去之后我一定向总部申请，给您最高级别的奖励。奖励就算了，你只要保证我那别墅里的网速不掉线就行。唉。我那晋级赛还挂着呢，这会儿估计已经被队友举报封号了。江先生，姬家这次折了一个长老，肯定不会善罢甘休。他们在北方的势力盘根错节，我们特勤局有时候也不好直接翻脸。怕什么？他们要是敢来找麻烦，我就去他们祖坟上蹦跶。姬发那老小子当年留下的烂摊子，我还没找他算账呢。哼，这位大佬行事风格完全不按套路出牌，姬家要是真惹上他，估计得倒大霉。对了，江先生，您在地下拿出来的那个玉简，真的只是个记录遗言的废品吗？废品倒不至于，这玩意儿里面记录了一套镇魔宗的吐纳法门，对你们这些练武的有点用。拿去吧，就当是这次的跑腿费了。这太贵重了，江先生，我不能要。给你你就拿着，磨磨唧唧的像个娘们儿。到了叫我得想回去怎么跟客服申诉解封我的游戏账号。5杀，漂亮！千兆专线网速确实给力，延迟只有1毫秒，再加上我这反应速度，纯的降维打击。门没锁进来。鉴于您在秦岭、澜沧江和太行山3次任务的卓越表现，特勤局高层一致决定，聘请您为特勤局首席战略顾问，享有最高级别的权限和待遇。战略顾问听着挺唬人，要打卡上班吗？不需要，您完全自由。只有在遇到我们无法解决的 S 级以上危机时，才会请您出手。那工资怎么算？年薪1000万，外加各种津贴。您的所有花销，包括游戏充值，特勤局全包了。早说呀，这会儿我接了。去，给我往游戏账号里充个10万8万的，我要把商店里的皮肤全买了。没问题。不过江先生，还有件事，姬家那边派人传话了。怎么想打架？不是打架，姬家现任家主姬云海想请您去京城喝茶，说是要当面为您赔罪。哼，
黄鼠狼给鸡拜年，赔罪是假，想探我的底才是真。行啊，既然人家请客，不去白不去。顺便去京城尝尝正宗的烤鸭。走着，去会这帮不孝子孙。